我因为长得太美，竟被皇帝褪去衣衫，如同一件稀世珍贵的玩物般，被强行按着躺在冰冷的白玉案几上，供文武百官紧密赏玩。仅仅过了一夜，我就被那群畜生折磨得不成样子，不堪受辱的我转身投了冰湖。没想到我不但没死，还重生在萧凌登基的那天。他果然跟上一世一样，第一道旨意就是废了我，而我心里却波澜不惊。见我一副完全听他安排的样子，萧凌有些迟疑。以他对我的了解，此时我因被妒忌、愤怒控制，发火怎会如此平静？他不甘心，续上了更羞辱人的话：孤也不是寡情之人，念你家为国有功，待孤登基封后以后，会迎你入宫为淑妃。由皇后到淑妃，这是降妻为妾，品级落差不算太大，侮辱性却极强。这回我总该发疯了吧？我一发疯，他就可以给我和我家定罪了。小女不才，新皇怎么安排咱就怎么来。于是我恭敬地说：臣妾谢恩。以你之才、之资、之德、之能，给你妃位已是天恩，还有什么不满的？萧凌斥我，他连我说什么都不去听，就颠倒黑白的斥我，可见厌我之深。我一声不吭，低头受教。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的可是谢恩？萧凌本想狠狠地训斥我，结果呵斥到半路想起来，我没有半分不满，我是谢恩。他一脸尴尬，吃惊不已，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我。我气定神闲，恭恭敬敬地听教，一拳头打到棉花上。对这样的一个我，他有点应对无能，甩袖子走人了。霍西服之所以对于萧凌把我从妻变妾这件事，我回府后全家人的反应让我很意外。刚进府门，父亲就让人关紧了大门，拉着我去了后院密室。我原以为要迎来一场疾风骤雨，结果父亲摸着胡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好事，大好事，咱们家军功太盛，早就有功高盖主的嫌疑了。皇上登基根基未稳，若真让你做皇后，那才是把咱们家架在火上烤，嫌疑只多不少，现在反而安全了。母亲一把将我搂进怀里，眼圈微红，却带着笑意：婉儿啊，管理后宫可不是容易的事，那就是个不见血的修罗场。古往今来，当皇后的除了那些手段极其狠辣的，就没几个过得舒心的。娘，只要你平安活着。两个刚从军营回来的兄长更是拍着大腿大笑：挺好挺好，淑妃这个位子不显山不漏水，阅历不少，争的人又少，我们就不用因为天天担心你被替换掉，或者被别人算计，只能拿命去换无休止的军功来保你的后位了。年纪最小的弟弟不太懂朝堂险恶，但他看全家都轻松的样子，跟着开心满院子活蹦乱跳，边跳边嚷嚷：我姐是淑妃娘娘喽，我姐不用当那劳什子皇后了。看着乐呵呵的全家，这让我这个重生回来的苦主有点蒙圈。原来全家是这么想的吗？那我上一世近乎疯癫的去保皇后的位子，为了家族的脸面，在后宫跟人斗得头破血流，为他们博取殊荣，全是我在自以为是，自我感动。如今我是淑妃，全家反而更为舒畅。想当初作为准太子妃的时候，我天天都要跟着宫里来的严苛嬷嬷学规矩，连走路迈多大步子，吃饭咀嚼几下都有定数，全家也都跟着紧张兮兮，大气不敢喘。现在我做不成太子妃，更成不了皇后，那几个眼高于顶的嬷嬷连夜就被太后调走，去紧急培训新皇后了。府里的空气肉眼可见的跟着松快起来，父亲常常拉着我们兄妹几个在院子里喝小酒，有时候兴致来了，那个乐啊，满院子的欢声笑语，甚至还能教我耍两把许久未碰的红缨枪。相妻为妾是祸事吗？明明是泼天的福气啊！萧凌自己选择的新皇后也是武将之女，名叫苏唐。相比于我因为早早被先帝定为太子妃，被抓着按照太子妃的标准关在深闺里死命培训，一身家传的武艺早已荒废，现今只剩个好看的花架子。而苏唐呢，是有真功夫的，她自小跟着父兄在边关长大，甚至与父兄上过战场，杀过敌立过功。她不愧为武将之女，身上带着股飒爽英姿。上一世萧凌就倾慕于她这股与京城娇女不同的野性，只是碍于我父亲的从龙之功，碍于我对她多年众所周知的情谊，在我哭闹着不同意被降为妾，我父亲又为了我交出部分军权后，萧凌妥协了，立我为后，封苏唐为贵妃。虽然我们与他是政治交换，但他还是以此为由彻底恨上了我，在宫里在前朝竭尽所能的羞辱我。他给了苏唐所有为妻的尊重与偏爱，给了我所有为妾的羞辱和冷落。哎，真没必要，重活一世，这烂摊子咱不争了。听说嬷嬷们教起苏唐来毫不手软，那些嬷嬷们都是太皇太后派来的人，上一世我被他们训了整整5年，我太知道他们的阴毒手段了。顶着茶碗罚站半日只是家常便饭，膝盖上绑着碎瓷片练习下跪也是常有的事。曾经我疑惑过，作为嬷嬷靠山再怎么硬，那教的可是未来的大萧国母，毫不留情分，就不怕事后被清算。后来我悟了，先皇死得太快了，太皇太后从太后过渡到太皇太后时间太短，她根本不甘心放权，她布在满宫的眼线仍在，前朝不少重要位置都是她的人，为了继续拥有超高权力，新皇后人选她势必插手，又不想做得太明显惹恼新太后和新皇，于是她就用这些阴私手段，除非是她亲自安排的娘家人，否则谁来当皇后都当不长，都当不消停，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也是我欢喜退让后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老妖婆做妖的能力厉害得很，谁当皇后谁受罪，那就让给皇上的心上人苏唐
堂来受这个妖罪吧，毕竟咱此杯苦当然要留给别人吃。想到苏唐此刻可能正顶着水碗在太阳下暴晒，我高兴的在炉子旁多吃了个烤蛋，顺便打了个饱嗝。封后大典之后半年，我和其他几位大臣之女正式入宫，至此加上太皇太后、太后塞进来的，以及萧陵前底时期的一些通房旧人，宫里有了近20个妃嫔，嘎嘎，这数量让我欣喜不已。苏唐真是好人啊！上一世我做皇后的时候，妒忌心极重，萧陵登基半年，后宫的女人被我压制的不到10个，太后、太皇太后想塞人，我都会做天做地阻拦，大臣想塞女儿就更别想了。今生感谢苏唐的容人之心和贤德淑良，皇上第一轮扩充后宫就成果显著，让我被翻中牌子侍寝的概率大大降低。当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入宫之前我就花重金寻到了一个隐藏在民间、曾被迫害出宫的前朝妇科高手沈姑姑，在城郊的一处破庙里，我女扮男装看着她，她在我胳膊内侧隐蔽处划开一个小口，将一个特制的药丸物件埋了进去。沈姑姑缝合伤口时叹了口气问我，此物入体可保娘娘10年不孕，但伤身是肯定的，娘娘正值青春，可想好了？我看着胳膊上渗出的血珠冷笑一声，伤身总比丢命强，在这吃人的深宫里，不生孩子才是最好的保命符。不仅如此，我还从问题源头上努力，主动回避侍寝，绝不和皇上睡。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我前世惨死的阴影和对萧陵的极度厌恶，也是在物理保命，心态决定一切。当我喜欢萧陵的时候，恨不得他就是我一个人的，谁侍寝我都妒忌的发狂。当我不喜欢萧陵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想和他睡，只要想到和他同呼吸一片空气，我隔夜饭都能吐出来。入宫后，我们这一批嫔妃第一个侍寝的是来自太皇太后母家的姑娘柳妹，她甫一入宫就被封为贵妃，貌美胜过皇后，嘴甜如蜜，左一句姐姐右一句妹妹，善解人意，规矩做得极好，深得皇上喜欢。太后见了也满意的合不拢嘴，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安分守己的甜心，只有死过一次的我清清楚楚的知道，那是个不折不扣的蛇蝎心肠，手里沾的血比谁都多。入宫4个月后，大家或靠娘家爹在前朝使力请求，或靠自身手段在御花园偶遇争宠。我们这一批人除了我，基本上都沾过雨露了，唯有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宫里，养养花，写写字，老老实实的等那块永远不会被翻到的牌子。然后太反常的我就被轮番谈话了。第一个找我的是太后，她是我自准太子妃时就挺喜欢我的人，对我被从皇后之位扒了下来，她确实痛心疾首过，但相比于心疼我被侮辱了尊严，她显然更在乎她与皇上之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为了我跟儿子翻脸。她给过我极丰厚的赏赐作为补偿，我照单全收并感恩戴德地谢恩，但除此以外，她并没给我更多厚待，我对她也从未有过期待。在太后那檀香缭绕的寝殿里，她端着茶盏，状似无意地问：淑妃，你是不是还在怨恨皇上？她第一句话就差点把我送上西天，这要答不好可是掉脑袋的罪过。我二话不说，赶紧撩起裙摆跪下，对着金砖咣咣磕头，力道之大，震得我头晕。太后英明，妾对皇上只有无上的尊敬和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从未有过半点怨恨之心，请太后明察秋毫。那你入宫半年，为何从未侍寝？太后目光锐利地盯着我，妾没有不侍寝，妾一直在等，按规矩在寝宫里等，妾也不知道为何皇上日理万机，可能一直没有看到妾的牌子。我低着头，声音委屈巴巴，扑哧一声笑传来。太后紧绷的脸色松缓了，满脸笑意。哎呀，你说你呀，怎么这么不伶俐？你看看哪一个和你同期入宫的，不是想尽办法穿红着绿去御花园吸引皇上的注意？你倒好，只做了一个老实本分。你要记得，要想让皇上翻你的牌子，你得让皇上注意到你，这得你自己去争取。妾愚钝，妾明白了，谨遵太后教诲。受训后，我唯唯诺诺地退下，回到自己的宫殿，差点被吓死，后背全是冷汗，还以为自己的心思被太后这个老狐狸拆穿了呢。不过我有什么大病，要去吸引萧陵的注意，还主动争取，永不可能。咚咚咚，心脏真的吓坏了，我赶紧干了2杯安神茶，还没安抚好脆弱的心脏，我又被传唤了。这次是皇后苏唐，苏唐不喜一堆女人叽叽喳喳在一起，她要求非必要大家不要去找她。入宫后，除了与大家一块去给她请过几次安，远远见过她坐在高位上，我就没有单独见过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近距离看她，穿着明黄色的凤袍，尊贵庄严，一身武将女儿的威仪，英气逼人。看着她那张不苟言笑的脸，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一句话：萧陵这是请尊菩萨回来供起来了，这哪是找老婆，这是找了个定海神针啊！不过萧陵就喜欢她这股不同凡响的容貌和气质，细估起来，她的长相别说不如狐妹子柳妹，连我娘年轻时都不如，而我比我娘好看多了，也就是说我比她好看得多。那她看着我这个萧陵的前妻拥有如此娇美的容颜，会不会妒忌？转念一想，谁不知道萧陵把我当空气，我
我把自己气笑了，我这自以为是的毛病还真不轻。菩萨终于开口了，语气中带点莫名的意味。淑妃，对不住。我惊的瞬间憋住了嘴巴，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知道你曾是皇上做储君时期先皇亲自定下的太子妃，如果不是先皇去得早，这个皇后之位本该是你的。不，我绝不接这种送命题，赶紧大声插话。皇后娘娘，您是最好的皇后，您做皇后是天家之福，是天下百姓之福，您切莫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过往之事。现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后宫和睦，这都是皇上和您太皇太后共同带来的鸿福。皇后的皱巴脸稍微散开了一点，露出一抹极其浅淡的笑，总算比严肃着好看了一点。她挥挥手制止了我继续浮夸的吹捧。本宫如今孕6个月，贵妃也已有孕3个月，还有几个新晋的妃嫔也有了身孕。你作为4妃之一，地位尊崇，也要努力为皇上开枝散叶，莫要辜负了皇恩。我闻言惊了，这后宫催生的风气真是一脉相承，我只能再次施展绝活，跪下咣咣磕头。妾愚钝，妾遵皇后娘娘教诲。离开皇后宫后，我实在绷不住了，提着裙子撒丫子跑回自己的宫殿，伺候我的小丫鬟一路小跑跟着我，差点累断气。我抚着自己的小心脏，真的吓坏了。阴谋早就开始了，上一世的记忆如潮水般回笼，太可怕了。太皇太后的阴私手段，多少重地狱都不够她下。民间重男轻女严重的地区，曾有过惨绝人寰的灭女行动，而太皇太后在这深宫里搞的却是骇人听闻的灭男行动。上一世除了她的亲侄女柳妹生下2个皇子，满皇宫讨的活下来的全都是公主。为此萧玲曾有过怀疑，别人生什么她不管，她太想让心爱的苏唐生个皇子来继承大统了。可惜苏唐盛宠不断，前后后怀了7、8胎，除了2个公主幸运存活，其他的孩子要么莫名其妙流掉，要么生下来就是死胎。萧玲曾联想过与后宫手段有关，可太医院所有服务妃嫔的太医全都是太皇太后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皇后娘娘早年在战场上吃不好睡不好，受了寒气坏了底子，能生下2个公主已是天恩。有过前线经历的萧玲没再多疑，她知道军队里的面食有多硬，菜有多单一，她也知道一旦开战，人心会紧绷到什么程度，身体受损是必然的。她心疼苏唐，便没再强求。她曾退而求其次，想让我这个冷落多年的前妻生个儿子，可我就怀了那么一个，没到3个月就小产了，下半身的血染红了整张床，差点疼得我直接去见阎王。自此我就彻底躲了他。他本对我情薄，见我如此也顺势歇了心思，然后只能接受现实，把所有精力集中投入到柳妹生的皇长子身上，精心培育。当时太后还无奈地感叹，天下又是太皇太后母家的了，这就是天意。直到我死后化作游魂飘荡在宫中，才知道哪是什么天意，全他妈是人为。太医院的脉案会在第一时间呈给太皇太后，女胎皆流，一旦断出是男胎，全都得死。至于灭胎的手段，简直让人防不胜防，还非常精准。地位低、娘家没背景的，直接备在安胎的饭菜里掺滑胎药；像我这种家里手握重兵、位置也高的，则针对性进行。我那一胎是个健康的男胎，胎相特别好，连太医都舍不得下手。但太皇太后可不会心慈手软，她知道我爱和皇上斗气，就频频制造柳妹得宠的事件，故意激怒我，让身边的人不断煽风点火。不久我就气血攻心，当场小产，事后想要赖给谁都赖不到，只能怪我自己心胸狭窄。想想吧，我作为一国皇后，连孩子都留不下，更别说现在那些普通贵妃了。萧玲到死也就只得了那2个皇子，还全都出自柳妹的肚皮。上一世大家都认命了，这一世我可绝不认命。在宫里我给自己打造的人设是乖巧、本分又胆小如鼠的淑妃，既然被太后和皇后联手提点了，就不能不有所表示，否则反而引人怀疑。我主动派丫鬟给御书房的萧玲送了一次自己熬的汤，又送了一次精美的点心，做多了显得我迫不及待太显眼，我又实在恶心不愿意多做，因此就做了这2次，但效果显著得让人害怕。太监都没来提前传唤侍寝，萧玲当晚就亲自上门了。她来的时候，我正穿着素净的衣衫，在烛光下虔诚地书写心经。她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突然发声：怪不得半年了都安分起来，朕还以为你在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原来是入了佛门，修身养性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男声吓了一跳，一转身看见是穿着长服的萧玲，赶紧扔了笔，扑通跪下磕头。我磕头越来越溜，姿势标准又流畅，这是我在上一世发现的保命诀窍。天家的人即使已经贵为天子，掌控了生杀大权，潜意识里还是喜欢看他人伏低做小，尤其是女人对他的臣服，主动对他们磕头的时候，会让他们的自我迅速膨胀，唯我独尊的感觉立刻得以满足，连带着就会对跪下的人宽容打赏。我不求他的宽容和赏赐，我就求他一高兴赶紧滚蛋，或者让我滚蛋。果然，萧玲的脸上浮起极度满意的笑容。朕还以为你被废了太子妃之位，要当缩头乌龟到底，一辈子拉不下脸来找朕呢。你送的汤和点心甚好，朕很喜欢。谢陛下夸奖，这都是妾应该做的。我又赶紧磕了个头。他大步走
走过来，伸手把我扶了起来。哪来的这么多礼？你我之间本该是最亲近的人，不用这样拘谨。我心里疯狂翻白眼，我要不这样，你第一时间就会想砍我的头。猪了，我九族，我得装。我抬头看他，努力回想着以前喜欢他时的样子，眼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女儿家娇羞。他半年多哪见过我这样娇媚的模样，眼里立刻闪过一丝情动，喉结滚了滚，伸手就要揽我的腰，想拉我到床上去。我心里这个膈应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但也只能偷偷做心理建设，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忍忍就过去了。没成想他还没来得及把我外衫剥下来，外面小太监连滚带爬的跑进来，大呼小叫：皇上不好了，皇后娘娘要生了，情况不太好，请皇上赶紧去看看。萧凌一听脸色骤变，一把将我推开，力气大的我差点撞在桌角上。他不管不顾的转身就冲了出去，连一句交代都没留下。这要是在过去，我得气得搅碎2块帕子，砸烂一屋子的瓷器。但现在阿弥陀佛，我稳住身形，狂喜涌上心头，感恩苏唐，真心的。我冲着皇后宫殿的方向，双手合十，无比虔诚的3拜9叩。第2日消息传来，苏唐虽然受了些罪，但成功生下长公主，皇上大喜，大赏后宫。这是他的第1个孩儿，还是他最爱的人生下来的。他高兴得不能自已，大摆筵席，顺带就彻底忘了我这个昨晚还等待侍寝的前妻。等他沉浸在喜悦中，稍微意识到还有一个我在等他临幸时，他的第2个孩儿又来了。柳妹生了皇长子，萧凌乐坏了，太后乐坏了，太皇太后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大赦天下，宫内人人有赏。我的小丫鬟也领到了足足5两银子的赏钱，高兴地冲着萧凌宫殿的方向磕了好一会头。这波喜气还没完全过去，萧凌偶然在御花园碰见我，终于想起了我，他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完全不顾及我僵硬的身体，对我说：婉儿，你放心，我们也马上就会有孩子的，你给朕生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儿，朕定会把她宠上天。我心里破口大骂：去你的吧，狗男人，我才不会给你生孩子，我肚子里埋了药，你这辈子都别想。但表面上我满脸娇羞地低下头，臣妾遵旨，见皇上吉言。他满脸兴奋，本来心情极好，结果话音刚落，我突然捂着肚子，脸色苍白，他马上就换成了不快的表情，怒道：怎么回事？真是晦气。然后嫌弃地甩袖子走人。我看着他的背影，长长松了口气，我来了癸水，看来老天爷真心站在我这边，本来算日子硬吃几天再来的，竟然提前了。入宫1年多，一品大员的女儿没事侍寝，却让人找不到我任何错处。从太皇太后到小宫女，都在感叹天意如此，淑妃娘娘福薄。接下来我新的躲避侍寝计划还未筹谋好，北疆受到外敌大举攻击的800里加急军报就传来了。这下狗皇帝彻底没心思再想怎么睡前妻了，他面色凝重，招来了满朝大臣，昼夜在御书房商量应对之法。这道题我知道很难，重生后我毫无怨言，痛痛快快地让出后位。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因为这道题的答案，我不想再让我的父兄去解了。北狄上一次入侵边境还是在10多年前，当时被我父亲率领的大军打得落花流水，签下10年停战条约。也正是那10年休养生息的泼天军功，驱使先皇把我封为太子妃，以彰显天恩浩荡。但这次10年之期刚过，他们又卷土重来了。死过一次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次比10年前更难打。他们已更新升级了武器，从小强转变成了凶狠的恶狼，还外挂了狐狸般狡猾的战术。上一世虽然最后还是我们大萧胜了，但代价惨痛的让人无法承受，10万大军阵亡埋骨他乡，还有我敬爱的父亲，我2个意气风发的哥哥全部战死沙场，最小的弟弟也被砍断了一条腿，终身残疾。正好赶上那时我因为妒忌斗遍全宫，尤其让贵妃苏唐吃了不少瘪。萧凌对我厌恶至极，一心要废了我，把我打入冷宫的圣旨都拟好了，莫及未干，却传来前方的噩耗。我一家为他的江山死的死，残的残，只剩我一个没有孩子的皇后，孤零零的全虚全伪的在这深宫里。这泼天的惨烈让算计我最狠的太皇太后都不忍心了。她当着萧凌的面说：莫辜负了天下战士的忠心，否则会寒了将士们的心。我的后位保住了，但我的人，我的心彻底死了。我求了太后，一直对我心存一丝悲悯的太后，允许我脱下凤袍，去皇家寺庙代发修行，余生为父兄，为天下战死的英魂祈福。太后应了，萧凌也觉得眼不见为净，允了。这一世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父兄的主动请缨，萧凌派谁去打这场恶仗？天下的事不是天下的，具象起来就是皇上和大臣的事。萧凌忙得焦头烂额，不见人影，多日不来后宫。太皇太后和太后也跟着焦心，皇后和贵妃也忧心忡忡。我其实也紧张着，虽然我知道大萧底蕴深厚，最终不会输，但我不想再失去家人了。我每天都在佛堂前祈祷，别是父兄，千万别派我父兄。直到多日后，定局的消息传来，皇上与各大臣商议的最终结果是派皇后苏唐的父亲老苏将军作为主帅去打这场仗，其3个哥哥随军辅助。但对这个安排，太皇太后与太后都不满，在后宫里掀起了风浪。太皇太后倚老卖老地说：苏将军虽然也曾战功累累，
但毕竟一直在南边，不了解北疆苦寒之地的地形。他可以作为主帅，但副将则应该选淑妃的2个兄长之一，或者哀家娘家那个熟读兵书的孙儿，了解敌人才能百战不殆嘛。太后则更直接一点，她认为还是要派出原班人马及我的父兄去打这场仗。她当着萧凌的面冷着脸说，对外开战不能夹带一点私心，皇后已经得尽圣宠，没必要再靠父兄在战场立功来添彩了。母家过于险要，有外戚专权之嫌，对社稷安稳来说绝不是好事。我站在旁边端茶倒水，看得很明白，他们七嘴八舌争论的前提都是盲目乐观的认为这场仗会轻而易举的取胜，因为10年前能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10年后我军兵强马壮，依然能轻松碾压，所以派出谁去打仗，就是让谁去白捡天大的军功，回来后那可是要封侯拜相，光宗耀祖的。萧凌明着偏袒皇后，一心要把这白捡的功劳都给国丈和国舅，好彻底稳固苏唐的后位。而太后和太皇太后表面上大公无私，举荐有战斗经验的我家，实则夹带私货，都在为自己娘家人争取镀金的机会，天真了，草率了。作为旁听人员，我低着头，心突突的跳。萧凌，你那么爱苏唐，可一定要坚持住啊，千万让苏家的父兄去吧，那可是去送死，去填坑的仗。上一世我是皇后，死的是我父兄，这一世他是皇后，该轮到他家去死了。太后和太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大有萧凌不答应就不罢休的架势。面对皇祖母和母亲的咄咄逼人，萧凌有点吃不住劲了。他刚刚登基，想要立人孝的人设就不能完全驳了2个老人家在朝堂上的面子。于是他眼珠一转，把炮火转移到了一直当背景板的我这里。他突然转头问我，淑妃，你是武将之女，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拿眼睛看，虽早有准备这把火会烧过来，但这让后宫尤其是妃子直接干政。我的天爷，这题我真不会答，答错了2头得罪，但我会磕头。我立马丢了手里的茶碗，提着裙子跪下，毫不含糊的咣磕了3个头，这声音太清脆，他们都习惯了我这套动静。等我磕完抬起头时，各个面色果然缓和了许多。我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臣妾斗胆，太皇太后。太后，皇上恕罪，妾自10岁被先帝封为太子妃，就被母亲关在后院，日日和嬷嬷学习绣花和规矩。虽出生在武将之家，但对于战场战争，只是在闺阁中略有听闻，连刀枪都没摸过。对于战场形势，妾是真的不懂，更不敢妄议朝政。但妾知道太皇太后，皇上英明神武，自皇上登基以来，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天下都在赞叹。妾知晓，这都是皇上、太皇太后、皇后的功劳，皇上的决定自然是最好的。我说完就开始趴在地上瑟瑟发抖，一套狗屁不通的端水发言，但非常有用。皇上脸色稍变，估计想起来曾对我的辜负和把我关在深闺学规矩的往事，眼中闪过一丝愧疚，挥挥手不耐烦的让我走了。最后谁都不想撕破脸，只能都做了妥协。萧凌抢到的肉最多，太后和太皇太后也各自捞到一点汤。主帅仍是苏家父亲，副将除了苏家的3个兄长，太皇太后家的一个外孙，太后家的一个直男也同时作为监军去了。我听了这豪华阵容，感觉挺好，就是人怪多的，一帮贪功冒进的少爷兵，也不知道会不会给阎王爷增加工作量。我回到寝宫，抚了抚胸口，感觉气很顺溜，甚好甚好。父亲在朝堂上知道了应战安排，极其担忧，他不敢直面皇上进言，怕惹其猜忌嫌疑，便想方设法给我送了帖子。我欢天喜地，找了个祈福的借口，在宫中的偏僻凉亭见了父亲一面。父亲鬓角的白发多了些，他焦急地说，婉儿，你可知北边那群敌人既有狼的凶残，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们生存资源太少，所以才会像打不死的小强屡屡来冒犯。上一次圣上及世人都以为我们打得很容易，实际不然，那是将士们拿命填出来的。当时我们胜在经验丰富，他们备战不足，这次他们蛰伏10年，一定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而我们这次派出去的人却如此轻敌，毫无北疆作战经验，这场仗危险啊！我知道婉儿对皇上不满，但事关大萧天下安危，婉儿你能不能……他忧虑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看着忧国忧民的老父亲，心里骄傲极了，这就是我爹呀！哪怕受了天大的委屈，依然把天下大义放在私人恩怨前面。我拿起桌上的茶杯，用手指蘸了茶水，在石桌上快速画出北疆的地图。父亲睁大了眼睛，爹爹不用担心。我眼神锐利，将上一世弟弟带回来的血泪情报全盘托出。这次皇上派出的人，也许征战经验不足，但毕竟也是刀光剑影中走过来的，他们贪功冒进，正好中了敌军诱敌深入的圈套。虽然一开始会吃亏，但为国的心是有的。与北敌交手几次，用血的教训，他们就会醒悟过来，调整战略，打得也许会极为艰苦，
但一段时间内不会彻底输。我顿了顿，握住父亲的手，僵持久了，前方折损严重，皇上就会慌了，他自然会调整。后续派出的定海神针必然是爹爹与兄长，所以爹爹要做的不是忧心去送死的人，而是暗中做好万全准备。爹爹让他们去送死，咱们只做收拾残局的刀。爹爹看着石桌上的阵法推演，眼前一亮，一种果然是我女儿将门虎女的感觉油然而生。他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脚步轻快地走了。仗打得比想象中更艰难。第一仗，那个想显摆抢头功的太皇太后家男孙不听劝阻，孤军深入，直接把几十号精锐折进去了，自己也断了腿，哀嚎着匆匆被送回京城。太后家的直男坚挺到了第二仗，但他是个绣花枕头，被敌军吊在他帐篷面前的血淋淋头颅当场吓尿了，赶紧跑到后方军营躲了起来，死活不敢出战。他们想要军功，却不知道军功是这世上最难得的东西，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死人堆用命换来的，只有武将家的人才能体会。苏家父子虽然自大，但也算好样的，他们骨子里有将门的血性，一直在苦苦坚守阵地。不久，战争进入了绞肉机般的持久战，期间双方各有输赢，伤亡惨重。后方皇宫里在这期间添了3个公主，又莫名其妙小产了2胎。也许是太皇太后也太过忧心前方的战场，除了皇后苏唐被保护得极好，再次怀孕，再没有妃嫔有孕的消息传出。我感叹这场仗最大的功德就是让后宫暂时休战，少死了一些无辜的小皇子。还有狗皇帝太忙，我彻底不用提心吊胆的应付事情。转眼到了第2年春天，后宫再传喜讯，贵妃柳妹又有孕了。我想太皇太后这是看前线指望不上了，想明白了，前朝到底不如后宫好斗，与其去争拿命换的军功，不如在深宫里争肚皮。太后为了安抚后宫，赏赐了再次怀孕的皇后和贵妃。就在皇后苏唐2次生产的当天，北境传来了消息，一开始是捷报，我们打了一场惨烈的胜仗，对方损失5万人马，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这已经是伤筋动骨的重创了。后宫还来不及高兴和庆祝，紧接着第2道800里加急的血书传到了御书房，苏家父亲和2个哥哥为了追击残敌，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连尸首都拼凑不全，死了。第3个哥哥虽然被清兵拼死救了回来，但双腿齐根被砍断，废了。前方无帅，大军群龙无首，边关危在旦夕。萧凌急得眼珠子都红了，他连衣服都没换，匆匆来到我宫中，直接把一道圣旨塞进我手里。你亲自去颁旨，命你父兄拿上虎符，连夜赶去北境救场。臣妾遵旨。我没有任何废话，匆匆复命出宫。父兄这1年多来从未懈怠，早已暗中做好了一切准备。接到圣旨，立刻披甲上马，准备出发。出发前，我把父兄和弟弟叫到书房，将敌人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告知了他们各种阴毒的弱点，以及如何防范敌军的火攻和毒箭。父兄很惊讶，瞪大了眼睛。婉儿，你身居后宫，是如何知道这么详细的战阵图的？我当然不能说我是重生的，是上一世唯独活下来断了1条腿的弟弟在病榻上流着血泪告诉我的，我只能面不改色的扯谎。现今的皇上因为前方战事不利，极度焦虑，喜欢在后宫讨论战局。对于前线的军报消息，他并不避讳。我对所有的消息都暗中进行了收集、整理和推演分析。对此早有耳闻的父亲点了点头，眼眶微红的摸了摸我的头。婉儿，苦了你了，你在宫里自己保重。一家人含泪告别。这一次出发，我心中毫无惧意，充满信心。我的父兄有了准备，绝不会重蹈覆辙，他们会活着回来，我也会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活下去。完成使命之后，我立刻回了宫。刚踏入宫门，就听到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尽管萧凌下了死命令，要求死死瞒着皇后，怕影响她生产，但苏唐还是在生产最关键、最脱力的时候，得知了父兄全灭、苏家绝后的噩耗。他当场惨叫一声，悲痛地喷出一口鲜血。在咽气前的1秒，他凭借武将女儿最后的一丝狠劲，硬生生用最后一点力气推出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皇子。但因为在母体里憋了太久，出来时一身青紫，早已窒息而亡，一尸2命。萧凌得知消息时，正在御书房等前线回复，当场吐出一口黑血，直挺挺地晕倒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表面震惊悲痛，心里却明镜一般。苏唐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知道消息？这绝对是柳妹和太皇太后的手笔，他们买通了产房里的人，故意在苏唐最虚弱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我回到寝宫，默默地扒了一个烤红薯，感叹这老妖婆的手段真是杀人不见血呀。我换上素服去看萧凌的时候，他刚刚转醒，眼神空洞绝望，像是个被抽干了灵魂的木偶。见我来了，眼底才有了点微弱的生气。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拉着我的手，指节泛白。婉儿，皇后走了，皇儿也走了，朕的心空了，朕什么都没有了。我强忍着胃里翻腾的恶心，没有把手抽出来。我心里疯狂冷笑，皇后是你妻子，皇子是你孩儿，关我啥事？还想让我跟着你难受？夫妻一体，荣辱与共，那是正妻的待遇。我又不是你的妻，我是被你当众羞辱降级的妾，我可不与你共情。你的江山
山还在，太后还在，新出生的3个公主还在，冷宫还有个贵妃，你跟我哥这儿装什么天下第一，可怜人！但我不能说，尽管我很想狠狠给他一耳光，很想指着他的鼻子落井下石，我还得装我反握住他的手，柔声安抚，仿佛一个慈母。皇上节哀，切莫伤了龙体。苏家姐姐定是去了天上做仙女，她肯定希望您能好好的。小皇子看您如此悲伤，肯定不忍，将来定会再投胎而来做您的儿子。而且您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了？皇后走了，但在这宫里，您还有长公主，还有贵妃，还有那么多盼着您的孩儿。在宫外，您还有这天下的大好河山啊！他看着我不错，眼珠的看着我，就像出生脆弱的雏鸟看着能依靠的母亲，哪里还有退我婚时的趾高气扬，哪里还有负我真心时的薄情寡义。萧凌以极其可怜的表情对我说：那朕还有你吗？你的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朕？真想趁着他最脆弱的时候逼逼他，让他直接郁结于心死了得了。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大逆不道的念头。萧凌于我是负心人，是个渣男，但他目前作为天子，勤政爱民，于天下确实算个福分。他当皇上以来，除了私人感情上一塌糊涂，治理国家倒让社稷安稳，百姓富足，逼死他我报了私仇，但大萧必然大乱，对天下百姓有罪。我是将军的女儿，刻在骨子里的家国大义让我不能这么做。对父兄，对天下百姓来说，目前由萧凌做皇帝，不折腾对他们最有利。于是我继续忍着厌恶，伸出双手轻轻把他搂在怀里，顺势将身上特意熏了极重苦味的安神香往他鼻尖凑。我轻轻地说：皇上放心，妾是这宫里的淑妃，妾会一直在您身侧陪着您的。萧凌抱紧了我，把头埋在我颈窝里，轻轻抽泣。很快，在安神香的作用下，他沉沉睡去。个中意味，我懂，他也懂，我会陪着他，但我们终归再也回不去那段我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岁月了。我父兄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前线，凭借我提供的精准情报和他们身经百战的经验，大军以雷霆之势压制了对方的气焰，阵型稳步推进，形势慢慢好转，对我方越来越有利。假以时日，定会取得全面胜利。捷报频传，萧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但这劲儿一松，疲惫久矣，加上悲痛过度的他彻底病倒了，高烧不退。这段时间，我一直尽心尽力的近身服侍，端汤喂药，衣不解带，我的悉心照顾，缓解了他失妻失子之痛，将他从崩溃脆弱的边缘拔了出来。随着北疆的形势越来越好，萧凌也慢慢好转。他精神恢复后，经常坐在床上盯着我看，若有所思，有时候会突然握紧拳头，狠狠敲击墙壁或桌子，眼神中传达出极度的不满和愤恨，那个样子像极了后悔当初废我的样子。对此，我都装作瞎子，看不见听不着，就端着药碗，做好一个淑妃本分的温良恭俭让。等太医说他身体好的差不多了，我立刻就告了假，以连日伺候身体不适为由，躲回我的寝宫，大门紧闭不再出来。因为我知道这后宫要掀起腥风血雨了，萧凌要开始清算了。身体好过来的萧凌脑子开始飞速运转，前方大局已稳，他终于有精力盯上了后宫。苏唐不能白死，他必须要个交代。他秘密招来了太医院所有参与过产科的太医，将他们关押在密室，让他们逐个分析皇后生产死亡的案例。一开始那些太医顾虑重重，忌惮太皇太后的权势，给的说法大多是统一口径。皇后得知父兄阵亡，急火攻心导致难产而亡，小皇子也是因为宫内环境不良导致的窒息，纯属意外。萧凌根本不信，他把他们单独关起来，动用酷刑一个个地审，甚至搬出了诛九族的威胁。终于在一个刚进入太医院不久，底子还算干净的小太医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小太医哆哆嗦嗦地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皇后一个人的死因上。他说，自他入太医院以来，出于好奇，详细翻看了所有的后宫脉案，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律：除了贵妃柳妹，其他所有被断为怀了男胎的妃嫔，比怀女胎的更不容易保住胎，几乎无一例外的流产或死胎。就这一句话够了。萧凌勃然大怒，直接动用了大理寺的死尸来查。一旦有了明确方向，太皇太后那些年布下的眼线和手脚根本经不起查，真相很快就伴随着几条人命摆在了他面前。据说那天他在御书房看完了所有卷宗，面如死灰，形如枯枝，整个人仿佛老了10岁。当晚他把我传召到御书房，昏暗的灯光下，他看着我，声音沙哑的像砂纸磨过。婉儿，你说这是因果报应吗？这大萧的皇后之位本应是你的，是朕偏私把你降后为妃，把苏唐扶上后位，结果皇后死了，朕期盼的皇儿也死了，这是在告诉朕，朕违背了天意，老天来惩罚朕吗？我跪在地上，心里冷笑连连，面上却是一副惶恐的模样。皇上是天命之子，老天只会喜欢您，助力您，护佑您，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惩罚您呢？看他接受度还行，我又大着胆子低声厌恶道：皇上，大理寺不是查明宫里这连番的灭男胎
全是人为吗？既是人为，那便是恶鬼作祟，与天意无关。话地道就好。萧凌眼中猛地迸射出骇人的杀机，他自会下定决心。没过几日，借着祈福的由头，曾不可一世的太皇太后被强行送去偏远的行宫养老，永不回銮。他出发前，我特意换了身鲜亮的衣服去看望他。他坐在轿子里，满脸皱纹横生，不甘且恶毒地看着我说：“你倒是个命好的。”当初被拉下后位，没心没肺没城府，现在反倒活得最好，没伤到身子，还重新得到了皇上的心，成了赢家。我微微一笑，极其标准地扶了扶身子，谢太皇太后教诲，臣妾铭记在心。他气得直喘粗气，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贱人，惯会这样装傻充愣，让人闭嘴！”我能说啥？我立刻跪下，再次重重的磕头。再怎么样，她也是皇上的亲奶奶，即使被移走失势了，那也不能得罪。在这个节骨眼上，气她就挺好，但对于柳妹，我就毫不客气了。萧凌念在她只是太皇太后的一枚棋子，知罪但没有直接动手实施犯罪，而且此时又怀有身孕，只把她剥夺了贵妃封号，打入冷宫。我觉得萧凌对柳妹就是高举轻放，她就是被柳妹在床榻上伺候舒服了，念着旧情，不舍得让她出宫，也不舍得把她赐死，待她生下孩子，风头一过，找个由头就会把她接回来，继续当宠妃。那哪行啊？这一世我和她很少交集，看似相安无事，但上一世她可没少在暗地里让我极度吃醋。我那一胎男婴就是和她争斗受气没的，这一世我自然要为我那被迫无法降临世间，化作血水的孩儿报仇。我悄悄让宫女把柳妹在冷宫过得很滋润，各种名贵补品不断。皇上暗中关照，胎养的极好的消息不经意的放了出去。那些曾被他和太皇太后联手害过滑胎，失去做母亲资格的妃嫔们彻底炸了。他们在后宫哭闹不休，甚至让他们的前朝父兄联合起来上书，痛陈太皇太后一党的罪恶，要求萧凌重惩柳妹，以平后宫怨气。没几日，在几个被买通的冷宫老嬷嬷的特殊照顾下，柳妹就在冷宫里凄惨的滑了胎。因为没有太医赶去救治，她也因失血过多，在无尽的痛苦与恐惧中绝望而亡。其之前所出的皇长子被萧凌直接记在了安分守己的德妃名下。宫里这番大清洗，杀了一大批人，也换了一大批人，空气都干净了不少。萧凌最喜欢的2个女人都没了，但她还有一后宫花枝招展的女人。在这些女人中，我最看好德妃。德妃的父亲是一品大员，为人稳重，萧凌就算再不愿意，这大萧天下也不是他老萧家一个人的，本质上是萧家与一众大臣共治的天下，君臣彼此制约，社稷才能安稳。宫里晦气了很久，笼罩着散不去的阴霾，直到前方终于传来彻底得胜的捷报，这股子晦气才算散去。这一次胜利意义极为重大，彻底打残了北狄，停战协议直接签了20年，大萧迎来了真正的长治久安。我早已通过特殊渠道得知消息，我的父兄3人活得好好的，全虚全伪，连个大点的伤疤都没添。我弟弟因为被我强行留在京城，没能与父兄共同战斗建功立业，他还气呼呼地写信抱怨于我。我笑着回复他，大萧疆域辽阔，男儿何患无用武之地，战场总会有的。我父兄要班师回朝了。萧凌大喜，要设极其隆重的国宴，为功臣接风洗尘。宴席的前一天夜里，他来到我宫中，那时我刚刚写完一本厚厚的心经，他拿起来看了很久，叹息一声，拉着我坐在床榻边，握着我的手，深情款款地对我说：“婉儿，前方大捷，朕高兴，朕决定了，要立你为后，就在明天为你父兄举办的庆功宴上当众宣布，这是你应得的，是当年先皇定下的，早就该是你的。之前是朕被猪油蒙了心，私心作祟，委屈了你，现在一切都查清了，拨乱反正，回归正轨。我要你成为大萧的皇后，与我共享天下。我要你成为我唯一的枕边人，陪我白头到老。我们好好生个皇儿，他以后定会成为这天下最尊贵的人。”听听，真够大方的，皇后之位给，未来的皇位也给，这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怕是当场要乐晕过去。可我听得后背直冒冷汗，怎么敢要？我把手从他掌心里轻轻抽了出来。两世为人，在这深宫里摸爬滚打，我得到的最深切、最痛的认知就是，人一旦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人就会变。而萧凌是这天下最有权力的男人，他可以随心所欲，他可以为所欲为。比如我明明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先皇也就是他爹给他赐的婚，他为了所谓的爱情，一登基就把我当众降为妃。比如北疆危急存亡时刻，他为了保全心上人娘家的军功，居然不用我那身经百战的父兄，视10万将士的性命如草芥，敢想象吗？他把国家的生死存亡硬生生演绎成了为私人爱情献礼，这太可怕了。虽然他总体上是个好君主，但他绝对不是个值得女人信任和托付终身的良人。现在他失了苏唐，失了柳妹，又在我父兄赫赫战功的光芒加持下，觉得我才是最好的，要立我为后。那明天呢？后天呢？如果后宫再出现另一个像苏唐那样让他心动的女人呢？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到时候他一句话，又能再把我从后位上扒拉下来，踩进
泥里。更何况，就算他最爱苏唐，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时候，他不还是照样没少找柳妹等其他妃嫔侍寝？太皇太后灭了那么多男胎，后宫跑的公主可不少，这都是他播的种。重来一世，我清醒的可怕，我不想做他的妻子，一点也不想啊，我只想离他远远的。但我不能如实说啊，我得继续装。我利索的退后2步，跪在冰冷的地上，重重的磕头谢恩。谢皇上隆恩赐，但臣妾德薄才疏，实不配为一国之母。婉儿，你若不配，放眼这大萧天下还有谁配？萧凌急了，站起来要拉我。论容貌，你端庄柔美，艳冠群芳；论贤德，你入宫以来善良本分，从未惹是生非；论家世背景，你是老将军的嫡女，父兄为社稷立下汗马功劳，救大萧于水火。等他滔滔不绝地夸完我，我才抬起头，红着眼眶，极其难过地说：臣妾并非推辞，只是臣妾在闺中曾伤过身子，入宫后也请过多位太医请平安脉，他们都说臣妾子嗣艰难，此生恐怕无法为皇上诞下嫡子。包括上次立功查出真相的那位女太医，她仔细诊断后也是这么说的。萧凌吃了一惊，显然没想到是这个原因，但他还是强硬地拉起我的手，目光坚定。婉儿，这根本不是问题，这后宫所有的孩儿都是朕的骨血，自然也都是你的孩儿。你想让哪个作为嫡子，你想养哪个，朕就立刻立他为太子，交由你抚养。去他妈的！我心里一阵恶心，孩子都是你的不假，你只提供了孩子一半的原材料，但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都有自己的亲娘，我凭什么去抢别人的孩子当靶子？但我不能这么说，我挤出2滴感激的眼泪。谢皇上爱怜，但母仪天下虽尊贵无比，却也责任过于重大，若无嫡子傍身，前朝文武必有微词。容妾想想，妾实在怕得能不足，担负不起这重任，反而辜负了皇上。他见我松口，无声地将我搂在怀里。夜深了，他想留下来安寝。就在我咬着牙想不差这最后一哆嗦了，闭着眼睛忍忍就过去了的时候，外面小太监又开始极其急促的大呼小叫，伴随着拍门声。皇上不好了，大皇子突然发起高烧，惊厥了，请皇上赶紧去德妃娘娘宫里看看。大皇子是目前萧凌唯一的皇子，是他眼下的命根子，无比珍贵。萧凌一听，立刻放开我，急匆匆地走了。当晚他留在了德妃那里，听说因为大皇子病情反复，他夜里叫了好几次水，寸步不离。你看我没说错吧？我一直看好稳重的德妃，当然我更要感谢老天爷，他老人家真的太爱我了，一次都不想让萧凌这个渣男玷污我。我在空荡荡的寝宫里嘎嘎的笑了很久，笑出了眼泪，想想父兄明天就能凯旋见到了，我兴奋的一夜难眠。第二天盛大的庆功宴上，百官朝拜，然而就在萧凌准备论功行赏，甚至打算开口宣布立我为后时，大殿上发生了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居功至伟的父亲穿着一身布满刀剑砍痕的破旧铠甲，拒绝了太监的搀扶，拖着一条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有些微瘸的腿，步履蹒跚却坚定地走到大殿中央。他没有要封地，没有要爵位，什么赏赐都没要，他从怀中掏出那枚号令10万大军的纯金虎符，双手高高举过头顶。臣父子3人幸不辱命，拼死换来北疆大捷，保我大萧20年太平。父亲的声音苍老却洪亮，在大殿内回荡。臣老了，这次在战场上见了太多同袍的生死离别，臣不求封侯拜相，只求陛下念在老臣这一生暗伤，半生戎马的份上，答应老臣一个不情之请。萧凌预感到了什么，脸色微变。老将军，请讲。臣只想用这微末军功换臣的女儿淑妃娘娘出宫侍祭，臣只想带着全家远离朝堂，安度余生。只要大萧有危难，臣父子随时听凭陛下召唤，若有诏必回，但求陛下放老臣的女儿回家。字字泣血，掷地有声。父亲主动交出了所有军权，用最彻底的退让换我的自由。萧凌十分震惊，他坐在龙椅上，手紧紧抓着扶手，指节发白，但他也是个极其聪明的帝王，他知道这是最好的结果。经历了2次换帅的风波，我父兄力挽狂澜，如今在民间的声望如日中天，简直被当成神明。如果他不答应，就是逼迫功臣，不仅前朝文武会寒心，民间更会骂他忘恩负义、功高震主。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事情不能来第2次了。他昨天夜里一冲动说要立我为后，结果一转身去了德妃，那就宿在那，其实也是在暗示他在权衡，在后悔。今天我父兄在朝堂上当着天下人的面立了最完美的台阶，他没有理由不顺坡下驴，他没敢2次违约。我不在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自由了。我欢天喜地脱下了那身繁复沉重的宫装，换上了一身轻便的素衣，出了宫门。我们全家既没去遥远的江南隐居，也没去苦寒的北疆，就作为普通的富贵人家，在京城买了个大宅子安住，在萧凌的眼皮子底下，让他随时能看到我们的动向，让他彻底安心，这样我们才最安全。没有了宫墙的束缚，我们兄妹4人肆意的在院子里打
牌，去郊外捉鸟，甚至毫无形象的切磋打架，做着律法底线内所有快活的事情。萧凌在登基的第10年，因为早年亏空太多，积劳成疾崩逝了，至死他位在立后。那个许诺给我的凤座一直空着。德妃运气不太好，虽然得宠了好几年，但后面只接连生了几个女儿。宫里的公主太多了，除了苏唐当年拼死留下的长公主，萧凌觉得珍贵当回事，其他女儿根本不在她心上。德妃不甘心，她一直怀，但她怀一个就能平平安安的成功生下一个，没有了太皇太后和柳妹的算计迫害，流产赖不到任何人头上。太医说她就是命中无子，因为她没有再生下皇子，当年柳妹留下的养在她膝下的大皇子就成了萧凌唯一的血脉继承人。萧凌死后传位给年仅14岁的大皇子，由太后暂时辅政，至大皇子15岁大婚亲政，德妃被尊为太皇太后，颐养天年，不得再干预朝政，一切都算圆满落幕。而在她秉逝的第2年春天，我已经成婚了，我嫁给了大哥在军中的生死好友，一个因为常年在外打仗被战争耽误了婚姻的磊落好男儿。他不知道我在宫里的那些曲折，只知道我是个爱笑会骑马的姑娘。2个哥哥与残疾的弟弟也陆续娶了心仪的姑娘，成了家。院子里添了好几个奶娃娃的哭闹声，老父亲每天抱着孙子孙女在院子里晒太阳，乐得胡子都翘了起来。我们这个历经3朝，数次在生死边缘徘徊，功高盖主的老将军府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全家圆满。我常常在阳光明媚的午后，看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感谢当年那个在大殿上重重磕下响头，选择退让的自己。不争才是这世间最大的赢家，退让终成大福。